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更新公告发布出来了，然后这个公告呢有一点点长。那么国际服会在6月27日前后更新啊，这个时间不是八重神子的生日吗？这一次的更新叫永恒之城，1.0.83 版本，不是我们上个影片才讲他们要更新一些东西吗？这一次的更新也是配合全球历史文明联动计划第2期。跟罗马博物馆那边做联动，维持时间21天。那如果是算到21天的话，其实跟我之前推测新统帅出现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国服有很大可能真的会在7月15日的时候推出新的步兵。不过一般联动活动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一起获得统帅的，所以有很大可能国际服也是会提前获得统帅，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些是活动出现之后会出现的一些任务啊，还有活动。罗马活动是完成7天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奖励。根据这边的描述，要消耗叶子，然后要消耗圆牌奖章，然后要消耗黄金桂冠。这一次的活动应该是联盟活动了，应该不是那个艾斯梅利达。然后打洛哈的活动回来了，海战也是回来了，玄真异宝就是指南针，然后指南者活动又增加了交错阵，但是这边并没有写会不会出现新的统帅。埃及之战赛事信息及相关优化。在第一点他就写了一大串废话，主要就是讲奥西里斯联赛的更新。首先延迟的部分，奥西里斯巅峰赛也就是我们区域的巅峰赛也是以延迟5分钟的形式来进行，并且联赛相关活动界面及竞猜结果邮件等内容都会延迟5分钟。从这一届开始，奥西里斯联赛巅峰赛的装备还有军器都会由系统提供，就是说他们打巅峰赛的时候会比较公平一点啊。新增埃及之战相关赛事回放功能，这个讲的是奥西里斯联赛，并不是我们普通的埃及之战啊。这边回放包括季后赛、巅峰赛还有冠军巅峰赛，所以是不包括小组赛的。那回放也只是放今年的还有上一年的录像记录而已。但是他这里所谓的前年不包括去年，是从2024年开始。如果你们要看2024年之前的话，可能就要去找官方的账号去搜索一下他们之前的记录了。再来，全新的剧本强攻劲弩。新的剧本有的特色如下：统帅习艺，可以带领游击或炮台部队，并获得全新的主动技能和觉醒技能哦。直到如今，我们的统帅在使用远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释放技能的，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转换成炮台之后就会拿到主动技能是可以释放的，然后还有一个觉醒技能，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再来，强弩车，当袭役后的统帅担任主将时，所率领部队中所有的战斗单位自动转换为强弩车。强弩车的基础属性与工程车相同，但是负载程度是工程车的一半，不克制任何兵种，也不被任何兵种克制。OK， 为什么他要强调强弩车呢？因为大多数的王国都会把自己的车给删掉，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玩家是没有准备这么多的工程车的，所以这个剧本就直接帮你准备了工程车，只要你换上这个统帅之后，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队伍转换成工程车。整体转换，当你们把袭役后的统帅担任野外统帅时，会根据自身擅长的兵种，将来自装备天赋、阵型、军器、科技、博物馆、城市皮肤对该兵种的整理全部转换为强弩车，并且会将所有近战的整理全部转为远程。那这样子也比较合理啊，因为大家全部的装备、军器、皮肤没有一个是来自工程车的整理，所以他们这样子做的想法其实已经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了，就是要你们尝试去用工程车，尝试去用远程。那这边分成2个兵种，游击跟炮台。我们先看游击，游击部队不需要转换都可以进行远程攻击，但自身受到的伤害获得增幅。如果自身附近一定距离内没有敌方执政官的部队，则造成的伤害获得增幅。所以这边我的理解是，如果你用这个模式的话，你依然是可以近战攻击的，但是你也可以转换成远程，只是你转换成远程的时候受到的伤害会比较高。至于炮台部队，这个就需要转换形态才可以变成远程攻击。刚刚游击部队是自身受到的伤害提升，这个是造成的伤害提升，并且射程极远，但是射程角度有限。只有完成学艺后的统帅或工程统帅才可以释放主动技能。我认为他这边所说的角度有限，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远程其实是圆形范围，你哪一个方向都可以射，它有可能只能射90度而已。我个人猜测啦，但如果你们要转换的话，就必须要准备蜥蜴币。这个蜥蜴币每个小时会自动累积，也可以完成驻地任务获得。这个剧本中也是包含联盟尖塔。那说真的，我对这个剧本还蛮感兴趣的
我感觉会很好玩欸。那各位在看了这个新的剧本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我个人是很期待的，我感觉很有趣。接着全新功能及活动上线，城市空间。这个城市空间在之前的玩家反馈里面有讲过哦，希望官方可以出这个功能啊，就是别人的装饰变成怎样，我们可以直接把那个设计搬过来我们城市。之前策划有说过他们会增加这个新的功能，没有想到今天终于来了。就是如果你看到对方的城市比较漂亮，你可以跟他讲，诶，你可以分享你这个编排给我吗？你拿到它的编排之后，可以直接套用在自己城市上面。虽然这个更新不是很重要啦，但是我相信有一些玩家喜欢装饰自己家的，就蛮希望有这个功能的。第二个，军器刮刮乐全新活动上线。选择好自己喜欢的阵型之后，玩家可以去购买刮刮券，刮开隐藏区域，解锁军器信息，并且获得自己喜欢的军器道具。第三，招募广场，这个在之前的玩家反馈里面也是有说过。那其实我在准备下一个1093的反馈影片里面有提到，变成我现在要重新录音了，他妈的！增加了这个功能之后，在征服赛季中的所有王国可以发布招募信息，所有处于征服赛季的玩家也可以查看自己喜欢的王国信息。第6点，博物馆又更新啦！博物馆增加了关羽还有列奥尼达的展位啊，18大王跟关羽终于出现了，到底他们能不能复活呢？不过他们出现的时间也是蛮及时的，刚好新的步兵统帅即将要出现了。那除了包括第3代的关羽还有列奥尼达之外，博物馆中之前的工兵统帅全部也会跟着更新，包括图特摩斯3世、西德里程圭，但是他这边更新全部都只有第1代而已，没有包括第2代。这样会不会有一点不太公平啊？上一次步兵博物馆更新的时候，第2代也是有更新亚历山大还有君士坦丁，那骑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我觉得应该是兑换一下顺序啊，因为以往都是骑兵先出现，到工兵到骑兵，所以现在反过来了，第1、第2代的博物馆步兵先更新。第二，修复了部分剧本中由剧本特殊玩法获得的效果错误在原王国生效的问题啊，我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它那边出现的 bug 还蛮多的，包括尼罗河升级妙策11世纪的一些问题全部都发生在原王国里面。这里的修复我就不讲了。接着还有新开启的征服赛季剧本，失落之地中野蛮人要塞玩法升级，新增了要塞挑战难度，在击杀了要塞首领 boss 之后获得占领品新增兽骨。哈，你给兽骨搞屁呀？你不可以给别的咩？我要拿兽骨来这么贵，你给别的东西呀？鸡蛋糕。新增了定时刷新且限时可用的要塞资源中心，在击败了要塞首领 boss 之后，玩家所在的联盟将会自动占领。占领期间，要塞资源中心采集的部队无法被攻击。随着要塞等级提升，要塞资源中心每次刷新时的数量和储存量都会提升。再来第4点，其实现在已经在进行中了，英雄战歌重置版，这个是新的地图，不是新地图啦，就是我们看到的美术效果是新版本的美术效果。因为英雄战歌有迷雾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一般的玩家应该是看不到的。不过这边也是问一下各位啊，如果你们有去参加这个地图的话，可以跟我联络，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小号让我进去地图里面看一下。第5，优化了圣城与守护之塔玩法。如果占领守护之塔的联盟跟占领圣城的联盟是同一个军团，守护之塔将不会再攻击圣城里面的守军。再来移民相关优化，这个东西原本我也是要在1093反馈下一个影片中要提到的东西，结果他们今天发布了公告说要更新了。 OK， 如果是跨赛季移民的话，需要缴付2万宝石。天啊，这里所谓的跨赛季移民就是你从 K4 移民到 K2、K3 的玩家移民到 K2。 不过 K3 其实现在不能移民啊，严格来讲就是所有玩家要移民到 K2。如果获得移民名额的话，将会自动扣除2万宝石。如果没有获得名额，将不会自动扣除。移民的玩家移民到目标王国之后，之前给的宝石将会全数返还。哈，还会返还啦？如果没有实际移民到，则不会返还这个功能也会增加2级密码，要进行移民前的操作都需要2级密码才可以执行成功。战力低于1000万以下的玩家不能获得跨赛季移民名额。对跨赛季移民战力限制从原本的1亿战力下调8500万。不过还好啦，他这边只是说到跨赛季移民而已，如果是同一个赛季没有影响啊，所以我那个影片应该是不用重新录音了。其他优化及活动更新，优化统帅刘彻觉醒技能攻略百王的描述文本，
不过它只是更新描述文本而已啦，实际统帅的效果不会更改。优化了操作界面布局，在移动设备上界面右侧派遣部队列表可显示部队数量提升为5队。哎呦，终于哇！这个东西我讲了很多遍啊！天哪，这个东西我投诉了这么多遍，讲了这么多遍，现在才更新。终于啊！这里的移动设备应该是包括 iPad 或者是手机。会在设置中新增派遣部队显示更多的开关，开启之后右侧派遣部队最多可以显示为7队，但是部队头像显示可能会根据设备型号缩小。这一点可以理解啊，毕竟你的设备就只有这么大，能够显示的位置有限，所以对于手机玩家来说，增加这个可以看到的部队数量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啊。但是如果是用平板的话，其实还可以。优化了一次派遣多支部队的操作体验，派遣时勾选多选部队，系统只会从当前所存档的页面选择预设部队，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可能选择了这个页面，但是有其中一个统帅没有的话，他会翻去下一页，可能派遣的不是你的野战统帅，有可能是驻防统帅，有可能是集结统帅，那搭配不正常的统帅也有可能。像我的情况，我的下一页全部都是跑速的统帅，有时候我要打野蛮人啊，或者是要跑得快一点，我都是会用这个页面，就变成我打仗的时候派遣了一些龙骑士之类的出去打架。还有之前玩家反馈里面有说到的，设置中新增了部队存档同步读取装备和军器的配置，开关关闭后应用部队存档时不会在同步应用存档中的军器或者是装备，这个在之前有说过了，所以今天不再说明。第四，优化了城市主题幻化功能，这个也是之前玩家反馈里面有提到的，就是你从 A 换成 B 的时候使用小刷子，但是你从 B 换回 A 的时候，它又要你使用小刷子所以在更新之后，你从 B 换回去 A 是不需要再用小刷子了。优化了装备系统，对于设置2级密码验证的玩家，锻造、精炼、觉醒或者是分解传说品质的装备都需要2级密码才可以执行。优化联盟管理体验，新增关于联盟自动解散和盟主自动转让的规则介绍，执政官们可以在联盟界面查阅相关信息了。所有联盟官员可以在王国或失落神庙的地图上调整建筑中的驻防队长。所有联盟官员可以查看联盟内所有成员，包括盟主在线情况。这个也是之前提到的。进入征服赛季之后的玩家在 VIP 商店会增加传说品质的工程装备的随机碎片宝箱，丰富了游戏中叙事表现及内容。这个是什么东西？增加小动画之类的吗？优化了对于拥有信任等级统帅送礼的体验，玩家可以直接在统帅界面中赠送金苹果了。现在我们送金苹果依然还是要等到统帅出现在我们城市周围的时候才可以送，在更新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送金苹果了。优化了荣耀之路的展示形式，这个是我们打完 KVK 之后的一个什么对话之类的一个公告。优化部分规则文本格式，方便玩家阅读。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了。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比较期待关羽吧。还有看更新博物馆之后18大王会不会复活。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新剧本，还有那个手机的操作界面啊，它的统帅可以看到7队了。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